这应该是今年上半年给我制造的惊喜感最足的一台手机。哈喽，大家好，我是王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前一阵子我们在上海兑换了荣耀照明，在现场我就简单上手了一下 Magic V2 啊，看过那期视频的小伙伴可以扣波1啊。今天我们是集齐了它的所有版本、所有的配色，全在这儿了，好好跟大家聊一聊。不管你看小白测评，马上开始。这次依然是分成了2个版本，但是区别并不大啊。Magic V2 算是它的标准版，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Magic V2 的至臻版啊。标准版我们就4个配色一键开箱。对话当天，我见到的就是这台荣紫配色啊！如果你在线下有机会见到这台手机，我相信谁握持起来的第一感觉就是一个字：薄啊！大家可以先把这个字打在公屏上。在视频里边啊，我不管是展开还是合起来看，你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它有多薄，我们现场实测一下啊！之前在折叠屏最薄的应该就是华为的 Mate X3了，我们稍微用点劲捏一下啊。11.91，这个荣紫的玻璃版是10.7、10.54、10.72。我现在把这个齿间放在它的边框上面，不是放在屏幕，其实它屏幕里边要更薄一些的啊。5.16，因为它这个素皮版本是有一些弹性的啊。4.96，在开口的这个方向，视频拍起来大家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但是如果我转到转轴的这个方向，我觉得在视频中你就能感受到这个机器有多薄了，确实已经是非常吓人。然后就是重量方面，咱们还是现场实测。OK， 归零，先测素皮的版本。要注意，我们这是贴了膜的，因为这个膜如果撕掉的话，确实很难再去贴，所以我们就没撕啊。235.60， 242.99，玻璃的确实要更重一些。243.25， 241.86。之前最轻的，这也是素皮版本的 X3 244.19。14 Pro Max 当天我们对比的就是这台啊，紫色，这是我们测试自用的机器，它贴了一个钢化膜。251.36，至臻版专门留的，和大家一起开箱。多了一个手写笔，这个笔的尺寸还不小哎，上面也是带一颗按键的。一台机器最干净的时刻。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小笔盒，还是一个磁吸的形式，外表也是素皮的。然后它附送的这个保护壳，单面的，开夫拉的，后背也是有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支架，听这个声音，啪啪的。而且即便戴上去，这手机依然是非常轻薄的。标准版的包装盒给大家看一下，它正面呢就是一台手机，没有这支笔，然后下方呢就是它的一些配件，保护壳上2个版本都是一样的，充电器都是66瓦。第一次折叠。哦，这个铰链的部分还有一些小惊喜啊！这个地方还是专门做了设计的，它的每个徽格里边还有2个三角形，以不同的方向对在一起。这种黑金的配色，再加上这种棋盘格，这种成熟范儿、商务范儿一下就出来了。这个盒子确实是非常精致、非常漂亮啊！线下大家可以有机会看一下，那是不是就不太好携带了呢？更像是一个礼物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它后面会不会有那种可以插上笔的那种官方保护壳，如果那样的话，这支笔就方便携带很多了。至臻版和雅黑都是黑色素皮的材质，而且这个荔枝纹的颗粒是做的相对粗糙一些的，男生应该会更加喜欢，握在手里盘的时候更有手感。然后就是镜头模子周围的这圈金色的装饰，这台至臻版是更加明显一些的，然后金色呢也稍微更重一些。雅黑的这个我自己更喜欢一些啊，我觉得更显低调奢华一点啊。它是一个底圈啊，淡淡的一个金色，整个镜头模组算是延续了之前荣耀自己的风格，矩形2侧做了比较大角度的这个收弧啊。之前我是比较担心啊，这种收弧，尤其是涉及到镜头边缘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它的这个进光量啊，或者说影响光线的这个折射？但是后面根据实拍呢是并没有什么影响的，进一步的视觉减薄作用。我们切到设置界面啊，也是4边等宽。这台呢是云霞金色，它说是叫金色，在一些特定光线下才会有那种金色映出来啊，就是五彩斑斓的金。玻璃材质没有 AG 的，光泽感是非常强。中框呢也是淡淡的金色，都是做了圆角的处理啊，全系啊都是。开口的这一面，无论是素皮版还是玻璃版，都做了收弧的处理。镜头模组的这个部分，云霞金，它这个玻璃的底下是做了一些菱格型的处理的，有很多三角形啊，一些平行四边形啊，我感觉这个元素是和这台至臻版
这里的这个三角形有点相呼应啊，有一对儿的那种感觉。如果恰巧你实力雄厚啊，依次可以入这两个。熔紫和熔黑这两台呢都是玻璃，然后有比较强的 AG 处理，但是它同时也保留了一些光泽感，尤其是紫色的这台，光线打上去的时候会有那种银色一点点泛出来啊。离光线比较远的这个地方呢，又映出了比较深的那种黑色，包括它中框的部分也都做了比较深的那种紫色啊，进行了这个同色处理。然后它全系标准版这个镜头的底圈都是有那种淡淡金色的这个装饰环的。5台机器颜色按编号我们都给大家标出来啊，让你选的话你会选哪个？大家可以评论弹幕一下。我这次可能会选择黑色素皮的版本，低调奢华有内涵。折叠屏嘛，第一个大痛点轻薄，我觉得这台机器算是已经给解决的非常好了。然后第二个就是铰链，它采用的是鲁班钛金铰链，这是官方名字啊，零齿轮悬浮水滴的设计，所以也是完完全全可以对折在一起的。打开之后，首先这个折叠的质感是营造的不错的，并没有一些松垮啊或者说异响啊出现，大家注意看一下啊。全景还是我们那句话，它在功能上面和实用性上面没有那么多作用啊，但是它特别影响一台折叠旗舰的质感。再过一点，你看啊，它就弹起来了。但是前面的这个角度是常用的这些还是非常多的。然后就是折痕的部分，之前水滴型的这个折痕呢，很多家都在做啊，有大概2个方向，一个是它的水滴这个弧度做的比较大，这样的话呢，折痕的中间的这个痕迹就会比较浅一些，但是它不平整的面积就会多一些。而荣耀这次采用的是一个相反的方案，不管是深色还是浅色界面下，它不平整的面积都是非常窄的，但是它中间的这个折痕稍微明显那么一点。不过在视觉感受上，我觉得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还是给大家放一些特写啊，相同的环境、相同的角度、相同的灯光，给大家拍一下啊，你就一目了然了。基础配置我们直接打出来啊，内外120赫兹 LTPO， 然后分辨率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尺寸上外屏是6.43，然后内屏是7.92。屏幕亮度方面，官方表示外屏的局部激发亮度可以达到2500尼特，内屏呢是1600尼特。当然，局部就是一小部分屏幕能够达到的最高亮度。之前我们跟大家聊过，日常使用更多的是全局亮度。我们数据库实测，外屏全局手动最高是556尼特，全局激发最高是1451尼特，而内屏全局手动最高是589尼特，比外屏面积更大，亮度还更高一些。但是全局激发啊，就是984尼特啊，低了约470。如果你经常有高亮的使用场景的话，这内外屏切换的过程中还是明显能够感觉到有一些割裂的。另外，这次荣耀 Magic VR 内外屏均支持3840赫兹的 PWM 调光，我们实测它的亮度在60级以下啊，会开启 PWM 调光，高于60就是 DC 调光。我觉得可以把满这个字打在公屏上，基本上能给你的都给你了啊。合起来之后，它左右两边的这个 R 角是有一点点不同的，提醒你注意。右利手的话，右边的这个 R 角的弧度是做的更大一些，因为它为了更加贴合你的手掌。左利手的话，这个角度可能稍微会有那么一点顶手，而且左边这个 R 角为了更加契合它的边框啊，是比右边要更加的大一些的，所以视觉上你会稍微感觉有一些不平衡，但是你适应几天之后啊，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滑动啊，日常使用啊，就和一个正常的直板手机没有什么太多区别，尤其你是右利手的话。性能环节咱们再换一台机器，这就是机器多的好处啊。基础配置还是直接给大家打出来啊，它采用的是骁龙8Gen 2，而且啊，人家还是一个最新的词叫领先版啊，但其实就是积雪版啊，3.36G 赫兹的这一颗。在当天对话的时候呢，我问了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我其实更关心荣耀为了轻薄是否做出了一些妥协或者放弃呢？就比如说电池容量。那如果是这样的，那就根本匹配不了我刚才说的那个定义。事实证明，赵总确实没忽悠我啊！这么轻薄的一个机器，双面都有电池啊，塞下了5000是着实不容易的。充电方面是66瓦，我们直接进入数据库实测。系统方面，这次更新到了 MagicOS 7.2，针对折叠屏的商务属性加入了几个功能啊。首先就是手写笔的触控操作，内外屏都支持，比如说全局套索、放大镜啊、跨应用取色啊、全局披露等等等。然后就是平行空间啊，就相当于一个系统内的隐私空间啊。而在折叠屏上，它可以支持双系统同时分屏运行啊，这样就不用频繁来回切换了。这次更新的移步分屏啊，我们觉得还挺好用的啊，直接点击这个灰色控制栏就可以通过拖拽动作一步实现分屏、悬浮窗、挂起等等操作。
作啊，新用户应该会觉得比较好上手。荣耀给我们表示，后续更新呢还可以智能识别并拦截第三方应用的广告啊，我对这个功能还是挺期待的啊，挺实用的。作为首款积雪版8阵2的折叠屏，这性能肯定要实测一下。由于你们都懂的原因，目前我们还不能跑分啊，确实太早了啊，没关系，这个实测更重要。数据库3.0原神帧率从一开始啊就直接给你锁50帧了，与上一代的 Magic VS 的策略是一样的，10分钟左右温度上升之后会锁到40帧，相比频繁波动啊，其实这种方式在体感上面啊还要更稳定一些。之前我们也聊过这种调度策略，半小时平均帧率43.7，这功耗仅有5瓦啊，确实不错。机身最高温度呢是46.80度啊，过45了。综合帧率和功耗，这温度稍微有点高，但由于机械结构的限制，它的温度主要集中在相机模组这边，再加上这么轻薄紧密的机身，这帧率放开，这温度肯定飙升。另外就是亮度啊，温度上去之后，它的最高亮度啊只有252尼特，而且不能手动升高。相比于上一代更加轻薄，但是电池还真没缩水啊，5000毫安大电池是相当值得点赞。小白测评数据库3.0折叠屏专项续航测试，内外屏全部照顾到，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剩余56%。你可以注意看，在购物软件和微博上面，它的耗电是有点高的，不过整体体验下来流畅感还不错。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剩余7%，极限续航测试直到关机啊 ，V2 一共坚持了5小时30分钟。这个表现结合它这个轻薄的机身，在折叠屏中还是可圈可点的。充电上还是荣耀批发的66瓦啊，在25摄氏度数据库标准环境温下，最高能跑到52瓦啊，10分钟充入30%，54分钟前台充入100%，75分钟完全充满，充电速度还是荣耀的风格。不过对于性能呢，这个荣耀明显还是做了选择啊，比如说大型游戏测试环节，它的帧率最高只有50。如果你是工程师，你会怎么选呢？这次在硬件上面，3颗镜头模组啊都比较普通，但是上手之后事情没那么简单啊。我们先在室内拍了几组，首先是主产广白平衡一致性上，人家调的还不错啊，整体的色彩饱和度呢风格是比较偏高的，但是也没有显得很重，主观观感上面还是不错的。室内光线好的情况下，大家调的都差不多啊，体现不出来水平。我们到室外，又下雨了，这个魔咒很难打破啊，一拍样张就下雨。这种没有那么理想的环境，能够明显感受到荣耀的计算感了。虽然观感也还行，但总感觉有些不真实。在建筑楼宇的部分呢，表现还不错啊，并没有因为下雨的缘故就给它蒙上一层蓝色的滤镜。来到了一处光壁比较大的场景啊，荣耀这里出问题了，桥底和湖面的暗部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涂抹感，这个应该就是硬件没有那么顶。夜景方面呢，我们先试了一下它对高光的压制情况，还不错对吧？但其实它当时的取景方画面是这样的，点开相册之后有一种 magic 一下的感觉啊，这个观感上直接上了一个档次。硬件不强，所以就很依赖算法了，但有的时候这算法呢又很容易出现问题。相机部分的鹰眼抓拍啊，我们也专门试了一下，你别说这出片率确实还挺高的啊，毕竟是抓拍嘛，这免不了有糊片的情况啊，跟整体场景光线也有关系啊，充足的时候这重片率肯定会更高。在相机的软件界面呢，荣耀针对折叠屏呢这次也做了一些优化，比如说展开屏幕之后你打开相机，它就多了一个相片预览，竖屏拍摄和悬停时分别显示在不同的位置。当你想要仰角拍摄的时候上下分屏将会自动切换，这个时候拍摄预览区就显示在下方屏幕啊，方便你观看。视频录像方面，这大指板做的还没那么顶的啊，折叠屏上啊确实就不太够了。现在都在说计算影像，但确实摄像是很难一帧一帧去计算了，只能纯靠硬件去输出。我们放2段路上的随手拍啊，你可以感受一下。总结一下，更轻薄的机身和更大的镜头模组，荣耀在这台旗舰机上选择了前者。虽然硬件不强，但是软件来凑啊，最终成片在多数光线不错的时候啊，和同级别的几台折叠机比起来啊，几乎没有什么落下风但是在光线复杂或者说一些极限场景下就表现不佳了，最终还是受到了硬件的限制。这次我们还收到了荣耀手表4搭配荣耀运动健康 App 使用啊，常规的功能该有的都有啊，附赠的表带整体还是挺年轻范儿的。指纹方面，它在镜头这一侧，我们见到过的最窄的指纹了。对话当天，我记得赵总也忍不住说了一下这个指纹啊，被我给捕捉到了。我们的诸多的解决方案，包括其实指纹等等，指纹就是我听到了，确实是非常的窄，我感觉也就2.5毫米左右。确实因为它比较窄，所以录入的次数比较多。很快。录入确实慢了一些，但是解锁上面这速度可以的，不需要摁下去。只要手指碰在这儿直接走，我刁钻一点啊，用这个大拇手指肚旁边的这个位置试一下。
没问题。然后就是它的 Type C 接口，X3的那个已经重新改了，但是我觉得 V2 的这台应该是改得更加彻底啊，它基本上已经上下贴住了啊，可以给大家一些特写，尤其是靠近屏幕内侧的这个位置，我觉得也就1毫米啊，可能都没有。扬声器咱们再换一个机器，顶部还有底部是在外屏这一侧的，所以建议如果玩游戏呢，向右边旋转，这样的话2颗扬声器都在上边，就不会进行遮挡了。OK， 先问大家啊，当时在对话的时候啊，赵明给自己这台手机打的是9.5分，说的谦虚一点，9.5分以上吧。你给打多少分？可以评论弹幕一下。上半年的话，我主观啊觉得这台机应该是最值得你去线下专门去看一眼的。它确实在轻薄啊、质感啊，或者说折叠屏这个大的品类里边，给你营造了一个全新的感觉。当时我记得赵明说，折叠屏中的直板手机，直板机中的折叠旗舰，这句话诚不欺我。大折叠轻薄这个维度，今年的 Mate X3确实开了一个好头，但是从 Magic V2 开始，大家已经进入白热化的阶段了。OK，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点帮助，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这期视频应该是单体测评近期比较长的一期啊，投花到了2346根。希望点赞能够过2万。数据库有专门针对折叠屏的专项测试，你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免费对比。不管这点，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